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5月16日。今日講一個非常熱門嘅題目就係城寨。點解呢？因為今個月咧上映咗一套電影叫《九龍城寨之圍城》。咁啊，結果引起好多人嘅興趣，有唔少朋友咧問我九龍寨嘅城嘅歷史係點樣？點解九龍寨城啊會變成一個三不管嘅地方呢？留意下我講九龍寨城。其實我喺中國近代史課裏邊咧，就係起碼3次提到九龍寨城嘅歷史嘅，因為佢喺中國近代史上面咧係扮演住相當重要嘅角色。九龍寨城咁啊，唔係九龍城寨。九龍寨城係官方嘅名嚟嘅，咁我查一查啲舊報章啦，譬如話查到咧喺40年代咧，仍然啲報章咧大量都係叫佢做寨城嘅。譬如話我查到呢一份報章，呢一份報章咧就係1948年1月10號嘅華僑日報，喂就救助救濟九龍寨城嘅同胞啊，因為喺官方嘅牌匾上面咧一直係寫住九龍寨城嘅，咁但係咧民間咧就覺得讀九龍寨城係唔通順啊，所以就讀九龍城寨啦，就將佢倒裝咗，就寨城就改為城寨。咁所以我留意到咧，啲報章去到50年代咧就紛紛咧就改為九龍城寨。咁當然寫九龍寨城都有嘅，但係譬如話同樣係華僑日報，華僑日報咧就喺呢個1953年5月16號咧就改咗啦，九龍寨城就變成咗九龍城寨喎。咁自此之後咧，九龍城寨呢個講法咧就多於九龍寨城嘅。其實就係50年代開始出現咗變化，就係將民間約定俗成嘅講法咧寫上咗個報章。後來咧連官方文件咧都係慢慢咧講下就講個城寨啦，城寨三不管啦。何謂三不管咧？就英國政府唔管，香港政府唔管，中國政府管唔到，就係所謂三不管。咁呢個就係涉及到呢個城寨或者個寨城嘅歷史係點樣咧？我哋首先要知道咧，整個九龍咧喺宋代開始已經有人聚居，因為咧喺呢個嘅觀塘咧就已經有鹽場啊嘛。觀塘去九龍城咧其實就唔係好遠嘅地方嚟嘅，咁所以咧當時已經有啲人喺度耕作捕魚喺度生活㗎啦。而去到清朝咧就慢慢築起咗一座城叫九龍城去圍住，咁然後咧就俾啲人喺度聚居喺度做交易嘅但係去到關鍵咧就1842年，1842年前咧其實咧英軍咧已經即係多次喺呢個嘅香港水域裏邊出現啦，所以九龍城慢慢咧就升級，就變成咗大鵬協。大鵬協咧就係個軍事地位係提高咗，但係咧就係鴉片戰爭之後咧，令到英軍就控制咗整個香港島。香港島咧就築起咗一座咧叫做維多利亞城喎。呢個維多利亞城又叫女王城，就喺中上環啦，就築咗一個城出嚟。咁然後咧1842年就割讓咗港島俾英國啊嘛。咁所以大清就覺得喂，我只係你對面嘅啫喎，咁唔能夠睇住你個城咧越築越多，越築越大。軍事實力越嚟越強，你隨時咧大軍壓境，10幾分鐘就可以咧控制咗九龍啦。所以去到1847年咧，大清政府咧就喺九龍城呢度咧慢慢咧就丟起咗一個堡壘，就變成咗九龍寨城啦。呢個九龍寨城咧最初咧係得呢個嘅軍人嘅啫，但係後來去到50年代咧就發咗黃榜，就係邀請附近嘅居民咧都搬入去住。點解啊？因為需要補給啊嘛。即係你外邊啲人可以繼續耕田，可以繼續捕魚，咁但係咧佢需要啲咧腳夫需要咧呢一啲人咧幫手挑夫剃頭髮削髮留辮噶嘛。清朝需要咧有人力物力去幫手幫手做裁縫幫手補衣服所以咧就係邀請咗咧附近嘅居民咧係搬入去呢個九龍寨城。咁但係咧好景不常，去到呢個1854年嘅8月啦，就發生咗一件事，因為當時咧中國咧全國各地咧都陷入咗呢個內戰啦，有各地嘅地方起義，白蓮教起義後來嘅呢個嘅太平軍起義然後就係有呢個念軍起義，所以咧當時咧清朝政府咧就面對住咧不斷嘅起義。其實喺香港咧亦都發生咗一場起義嘅，但係好少人提到就係天地會起義。天地會有一個人咧就叫做羅亞添，就喺呢個8月19號啦。就率兵咧，就攻入咗九龍寨城喎。結果咧呢個嘅清軍咧就潰敗佢係全國都潰敗㗎啦喺嗰個時候。潰敗咗就冇辦法咧控制翻、收復翻呢個九龍寨城喎。咁點算啊？咁當時北京都未知嘅，因為全國各地都發生咗唔同嘅大小程度嘅起義。所以當時咧兩廣總督咧就協調底下咧就揾咗英國政府
呢個揾咗當時嘅英國政府咧就喺對邊噶嘛，問佢借兵喎，借咗啲嘅僱傭兵就係呢個嘅收復呢個九龍寨城啊。咁呢個結果咧就第一次咧喺香港咧九龍咧發生勾結外國勢力嘅情況啦。咁喺呢個嘅8月31號，其實只係淪陷咗10幾日啫，九龍寨城就收復咗，就驅逐咗天地會咯喎。咁所以呢個九龍寨城咧就係發生過一個戰亂嘅，就喺呢個1854年。咁好啦，去到咧呢個1860年以後咧，咁出現咗另外一個重大嘅歷史變化咯。就係簽訂咗北京條約，呢個北京條約咧就割讓埋咧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嘅地方。點解要界限街以南嘅地方啊？就係其實為咗要避開九龍寨城，因為九龍寨城有軍隊啊嘛。咁你要求人哋嘅軍隊撤走咧，喂，人哋未必願意㗎，可能會有武裝抵抗嘅。咁所以英國政府就考慮到呢一點，就係咧割讓嘅地方只係界限街以南，就避開咗九龍寨城。而咧北京政府咧，即係都係能夠保留到呢個嘅九龍寨城咧，係繼續防守住英軍喎，唔可以等佢咧長驅直進咧入到去呢個嘅新界喎。當時仲未叫新界啊，新界咧就要去到呢個1898年。咩叫新界 ？New Territories 啊，同新疆一樣啊嘛，就新開拓翻嚟嘅疆土。因為當時咧英國政府咧就係同呢個嘅李鴻章啊，就係簽訂咗呢個租借新界99年嘅條約，但係李鴻章係反對，完全將整個新界同九龍咧係租借俾佢嘅，因為認為咁樣咧就會令到大清政府永久失去新界呢個地方喎。咁所以咧佢可以租俾你，但係有個堅決要保留一個條件，就係要保留九龍寨城嘅駐軍同埋衙門喺裏邊。咁第一就可以咧管理中國人嘅居民啦，第二咧都可以咧留喺度，表示日後有機會會光復呢個地方，因為只係租借99年啫嘛。呢個九龍半島以南同埋香港島就唔需要還噶嘛，因為係永久割讓噶嘛。但係九龍半島以北同埋新界就必須要還嘅，所以保留一個寨城咧就係方便日後咧可以收復，亦都係李鴻章挽回面子嘅一個唯一嘅方法。因為如果全面丟失整個新界同九龍北，咁佢覺得顏面無存，所以咧佢就堅決。但係當時咧港督就聽到咧啲英商嘅反對嘅，因為你為一個軍隊喺度咧，唔知對方會做啲乜嘢嘅，所以當時嘅港督咧就係卜力。卜力咧香港人應該好熟悉嘅，因為我哋有卜公碼頭同埋卜公公園，就係咧以卜力咧作為一個名字嘅，就係港督嚟嘅。當時12任港督卜力就係協助底下咧，就係結果就係願意保留呢個嘅九龍寨城，但係結果咧就好景不常，就因為英軍咧就喺新界度咧諗住咧係收地就係收呢個管治權嘅時期咧，遇到新界居民嘅強烈抵抗喎。咁而呢個嘅大清政府咧，似乎就袖手旁觀，甚至乎煽風點火添。咁所以當時卜力港督咧就認為咧大清咧不信守承諾，所以咧當佢平定咗新界嘅反抗之後咧，佢就掃平咗九龍寨城。掃平咗九龍寨城咧，就話要管埋九龍寨城啦。咁結果自此之後咧，九龍寨城咧都落入去英軍手上。咁但係問題嚟啦，佢裏邊有衙門有城噶嘛，咁所以咧英國政府咧又真係保留咗個真空喎。佢雖然咧掃走咗九龍寨城嘅軍事實力，但係咧仍然咧喺裏邊衙門各方面咧，佢讓即係呢個中國人咧喺裏邊自己去處理嘅喎。咁所以咧英國唔管，但係當時大清政府咧已經失去咗控制啦，而好快11年後、12年後就係革命咧，就係成功推翻咗大清啊嘛。所以三不管就咁解，英國政府唔入去管，大清政府咧管唔到，後來嘅北洋政府更加管唔到啦，係咪啊？廣東嘅軍閥政府亦都唔會去管，咁而呢個港英政府又唔管，所以三不管咧最初係咁樣形成嘅。咁呢個九龍寨城咧，後來咧因為人口越嚟越多，去到30年代咧，當時呢個嘅港督咧已經有意咧係清拆呢個九龍寨城，因為一日唔清拆咧。佢裏邊嗰啲罪惡嘅溫床就出現咗佢管唔到啊！任何通緝犯咧就走入去，咁結果就冇人拉到，咁而且咧人口越嚟越多啦，衞生環境好惡劣，裏邊嘅生活條件各方面咧都好差，所以咧英國政府咧諗住咧係清拆嘅，結果咧喺1933年嘅時候咧，國民政府咧派出兩廣呢個特派專員去交涉。阻止咗呢個英國政府喺裏邊咧係即係有任何嘅活動喎，甚至乎咧仲係喺裏邊測量土地，
亦都係代表住中國政權咧係對九龍寨城嘅堅持。咁因為1933年咧，其實呢個北洋政府已經係消失咗啦嘛。喺1927年咧，蔣介石北伐，後來就統一咗，名義上統一中國啦，至少經歷過中原大戰之後，所以1933年咧，蔣介石政府咧就希望可以管治翻，亦都至少彰顯翻九龍寨城嘅管治權。彰顯九龍寨城嘅管治權代表乜嘢？就代表未放棄99年嘅新界租借啊嘛。咁所以呢個1933年係咁樣。咁但係咧呢件事咧，慢慢咧就係冇辦法繼續落去啦，因為日軍侵華咯。後來咧香港淪陷啊，咁啊九龍寨城啊梗係由日本控制埋啦。咁所以呢個30年8個月咧，九龍寨城咧就唔再係三不管啦。日軍咧就無處不管嘅。咁但係咧，去到呢個嘅45年重光之後咧，九龍寨城問題又發生咗呢個衝突。喺1947年咧，其實國共內戰期間咧，九龍寨城因為當時咧英方係表示咧佢有九龍寨城嘅主權同埋管治權嘅，結果咧南京政府咧就梗係強力反對啦，就認為咧喂，當年李鴻章同呢個卜力啊係傾嘅時候咧，就係九龍寨城啊仍然係大清嘅。咁後來北洋政府啊繼承大清，而家南京政府啊又繼承呢個嘅大清嘅，咁所以咧一定係要宣示翻九龍寨城嘅主權係屬於南京政府嘅。咁所以又喺度爭拗。咁啊48年咧，雙方咧其實咧就爭拗到唔係辦法。咁英國政府好想處理咗九龍寨城，因為真係一個治安嘅溫床嚟嘅，罪惡嘅溫床，毒品嘅溫床。因為當時呢個毒品即係喺裏邊就好普遍啦，就管治唔到。咁喺出邊咧就唔同啊嘛，可以管制到啊嘛。喺出邊咧就可以收稅啊，鴉片係可以收稅啊咁嘅情況啊嘛。喺裏邊咧乜都做唔到嘅，管唔到嘅。咁所以咧喺48年咧，雙方係傾咗一個共識出嚟，既係保留咗九龍寨城嘅主權喺中國嗰度，但係咧英國政府亦都可以處理咗佢喎，就係點啊？就搞一個叫九龍寨城公園，搞一個公園出嚟喎。所以我哋而家咧有九龍城寨公園啊嘛，其實就係1948年啊構思出嚟嘅。咁啊就係有一個公園，嗰個主權咧就係共管嘅，就係由大清去嘅繼承人，即係南京政府去擁有佢嘅主權。但係公園有咩主權啫？係咪啊？你入去公園度可以做啲乜嘢咧？冇嘢做嘅。所以實際上咧就係共管，就係主權在南京政府，但係治權咧就在英國政府。所以咧就冇罪案嘅問題啦。就1948年。咁但係咧幾個月後啊，呢個嘅南京政府就失利啦，就要撤退台灣嘛。所以變成公園呢個計劃咧就冇辦法管啊，冇辦法實行啊。咁啊，然後去到49年啦，就係因為大陸淪陷，全國嘅人民咧就爭相走難。咁啊，結果咧有大量嘅人咧就係嚟咗香港，咁啊結果就係香港人口急增啊，咁啊人口急增咧，佢哋任何地方咧都需要去住噶嘛，但係當時香港發展嘅地方，新界基本上好多地方未發展，港島咁啊已經好多地方已發展啦，咁所以咧好多人咧就湧入咗去九龍啦城。喺九龍城一帶住，咁啊令到九龍城寨附近咧就起咗好多唐樓出嚟嘅，就係咁好多僭建唐樓。而同時間咧，呢個調景嶺啦，亦都有成為咗難民嘅地方。聯合國啊喺當時咧就係援助呢個調景嶺喎，而台灣政府亦都援助調景嶺喎。咁所以調景嶺嘅人咧就三山五岳㗎，嗰啲難民喺嗰度。咁啊，所以港英政府喺調景嶺咧就開通咗一條巴士路線，從調景嶺咧就去到呢個九龍城，咁所以咧調景嶺裏邊嗰啲居民咧就去九龍城度揾食發展，然後翻去難民營度住，咁所以令到九龍城咧就越嚟越雜咯，越嚟越複雜。所以三不管咧啲電影啊，好多嗰啲所謂咩跛豪啊、呂樂啊嗰啲電影咧，都同九龍城係有關咧，就係其實同調景嶺嘅巴士線咧係有一定嘅關係嘅。呢個好有趣啊！咁啊，然後咧1962年啦，九龍城咧越發展咧越犀利。當時1962年咧，港英政府意圖咧就拆咗九龍城咧嗰啲圍牆啊，嗰啲外圍上面嘅幾條街要清拆。咁啊，而呢個有公園嘅諗法啦，亦都再次諗起。咁但係咧63年咧，喂，當時咧呢個嘅周恩來啊，就係發出呢個嘅嚴正反對清拆九龍城寨係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嘅行為。喂，佢哋覺得當年啊國民黨政府嘅時期可能捍衛到九龍城，而家如果俾我係丟失咗九龍城咧，佢覺得係面子嘅問題，主權嘅問題。所以1963年咧，周恩來咧
就係反對。呢個嘅當時嘅港督亦都冇辦法咧，清拆九龍城寨外邊幾條街啫，佢都唔係諗住拆城寨裏邊啊，係拆九龍城寨外邊嗰幾條街。好啦，1963年咧，當時咧九龍城寨徹底變成咗三不管嘅地方，以前係三不管啦，咁但係喺九龍城寨1960年代，咁啊當時係更加雜，呢個三不管咧已經變成人所共知嘅地方啦，咁啊黑幫咧已經徹底管治咗呢個九龍城啦。裏邊有好多黑幫橫行啦，咁衙前圍道咧就係其中一個黑幫咧，嗰個龍頭大佬啊嘅居住地嚟噶嘛，衙前圍道啊，咁啊呢個1984年咧中英聯合聲明咧簽訂噶嘛，咁所以英國政府咧就決定喺97年就交還呢個嘅香港九龍新界嘅主權俾呢個嘅北京政府，咁但係與此同時咧喺87年咧。呢個嘅中英雙方開始傾咯，就不如拆咗九龍城去啦。咁啊，北京政府亦都覺得咧，喂，呢啲嘢不如回歸前搞掂咗，咁啊唔使回歸後啊再去麻煩呢個問題啊。而且九龍城啊喺80年代個衞生問題已經好嚴重，僭建問題好嚴重，起到10幾層樓咯，好多嚇。原本咧係1、2、3層樓、4、5層樓啫，起下喺度10幾層樓，而且冇地基嘅，係非常之危險。咁因為九龍城咧裏邊啲屋企咧好多都係基本上係冇呢個嘅屎渠嘅咁啊全部都係用明渠，嗰啲屎咧就排喺啲明渠度，咁啊衞生條件非常之惡劣，咁好多地方冇窗即使有窗都冇用啊！你一開窗就撞到對面屋個牆噶啦，咁所以咧當時喺87年咧就決定真係要清拆嘅，咁啊而每一次清拆咧，無論喺32年啦，還是喺48年啦，都係。當地居民咧有劇烈嘅反抗嘅，因為佢哋裏邊已經有武裝勢力啦，有黑社會管治啦，而且咧裏邊黃賭毒乜都有喎，有好多牙醫啦，有牙醫街啦，有一條街裏邊有100幾間牙醫喎，有好多無牌醫生、無牌牙醫，有大量嘅工廠喺70年代之後咧，有大量嘅工廠、山寨工廠、家庭工廠，所以每次要遷拆咧都有一啲嘅反抗嘅，但係去到92年咧正式遷拆啦。有賠償嘅方案啦，咁咧令到遷拆咧嗰個反對咧，亦都係相對較低。咁而家咧變成一個九龍城寨公園。我離開香港前咧，都特登去到拍咗條影片啊，就係講下九龍城寨公園嘅歷史同文化。咁啊，今日借呢個機會咧，亦都可以同大家重溫一下九龍城寨嘅歷史文化。九龍城寨點解喺中國歷史發展上邊咧係有重要嘅地位啊？香港有唔少學者專門係研究嘅，大陸亦都係啦。又專門研究香港，譬如話我20年前咧就讀過梁炳華博士嘅書啦，佢係一位校長嚟㗎嘛，中聖堂校長，咁佢當時送咗本書俾我，就係九龍城寨嘅歷史啊，佢嘅博士論文出版嘅。咁大陸有好多學者都係研究呢個課題，點解啊？就係因為九龍城呢個問題其實係好小事嘅啫，佢地方好細嘅啫嘛，咁啊大家去過都知道地方好細嘅啫，咁但係佢係顯示一個小問題，但係一個面子嘅問題背後係一個原則嘅問題、主權問題。就係明明咧已經丟失咗九龍同新界嘅，李鴻章仍然堅持有一個小嘅地方係保留中國嘅法權同埋主權，就有個正統喺裏邊。只要正統唔失咧，始終一日會光復翻香港、九龍、新界嘅。呢個就係李鴻章嘅想法。佢其實當時就死㗎啦，已經係仲爭1、2年離世嘅。咁然後去到30年代嘅時期，喂呢個嘅南京政府一統一。又希望同港英政府希望咧重新行使翻呢個嘅主權喎，九龍城寨嘅主權喎。點解啊？就係因為顯示咧佢係一個唔再積弱嘅政府，顯示咧佢係希望咧廢除不平等條約，即使唔能夠完全廢除不平等條約，都要咧彰顯翻呢個不平等條約裏邊對於中方有利嘅條件，就係要行使翻主權。呢個1933年嘅蔣介石政府，好啦，去到1962年啊，呢個北京政府周恩來亦都係咁樣嘅喎，係嘛？南京政府嘅時期都話要捍衛，咁點解我唔捍衛啊？咁所以佢都係堅持要捍衛，所以九龍城寨咧多次被遷拆，但係每一次遷拆咧都引起廣州同埋甚至乎上海居民嘅反抗嘅喎，有遊行示威嘅，喺33年嘅時候有，喺47年嘅時候亦都有。廣州市民咧係搞暴動嘅喎，搞罷市罷課，係聲援九龍城寨嘅喎，所以一個小嘅歷史問題、小嘅地方，但係佢係一個大嘅
戰略意義嚟嘅，呢個好有趣係咪啊？所以九龍城寨嘅歷史咧，好多人都專門研究。其實網上有好多紀錄片，甚至乎梁炳華博士啦，以前中聖堂校長咧，都有一啲嘅訪問係講九龍城寨或者九龍寨城嘅。咁但係而家香港嘅電影咧就拍翻九龍城寨，咁我覺得都係好嘅。咁但係呢個好都係有可悲之處啦。就係因為以前香港嘅電影好多係拍現代嘅，譬如90年代就拍翻以前。喺90年代嘅時期，就喺當時嘅砵蘭街，係咪啊？當時嘅銅鑼灣，當時嘅尖沙咀嗰啲黑社會嘅橫行啊，嗰啲官商嘅勾結啊，警察嘅腐敗無能啊，嗰啲電影係拍呢啲嘅。即使係10幾年前巷戰都係拍呢啲嘢嘅喎，巷戰1、巷戰2講官商勾結啊、腐敗，但係近呢10年咧就唔得喎，似乎拍親嗰啲官商勾結啊、腐敗啊，都係要講港英政府嘅時期點樣腐敗嘅喎。咁啊，九龍寨城啊，而家九龍城寨之圍城啊，多人睇，亦都係咁樣啦，咪拍翻以前港英時代嗰啲黑暗咯，咁啊，而家黑暗咧，可能就危險啦。咁所以呢個都係即係時代嘅轉變啦，亦都無可奈何，但係都好嘅，我哋可以讀下歷史嘅。我呢個平台咧個初心就希望可以講多啲歷史嘅啫嘛，所以我就不斷咧用唔同嘅方法吸引人哋去聽歷史，有啲嘢吸引人哋聽學術。譬如話我以前咧講許志安，講王力宏。講羅志祥就係講演化心理學喎，然後就講人類大歷史喎，其實演化心理學度學翻嚟噶嘛，喺人類大歷史嗰本書度學翻嚟噶嘛。咁啊，其實我係借佢哋嚟引起大家嘅興趣。我最多人睇嘅一條片咧就係梅艷芳，其實就借梅艷芳咧講洪門三合會天地會嘅歷史，所以我就借呢啲題目去講嘅。咁我上個星期就拍一條影片，就係講陳橋事件，就因為呢排咧好多人咧就講陳橋個攝影師，咁我就覺得話，既然呢個題目咧應該好多人 search 嘅，我就借呢個題目去講宋朝3大疑案，呢個陳橋兵變。陳橋事件就係講陳橋兵變啊嘛，咁啊吸引咗好多人入嚟睇，因為平時講歷史影片咧都係有啲多人睇嘅，譬如話講夏朝就有20-30萬人睇啦，講梅艷芳咪有幾十萬人睇咯，講三星堆咪有幾十萬人睇咯，咁但係有時亦都好少人睇嘅喎，咁嗰條影片咧又超過13萬人睇啦，咁但係有人話我抽水喎，咁我就每一次有人鬧我就諗下我係咪做錯咗啦，咁可能咧就係對死者不敬喎，因為我利用陳橋事件，其實講陳橋兵變，咁會唔會傷害到一啲人嘅家屬咧？咁我諗清楚，咁我就覺得哇，可能係會嘅，咁所以結果我條影片嘅21分鐘後咧，我就講到陳橋攝影師，所以借一個標題咧就講2個陳橋，咁但係有一啲人就仍然不滿，咁所以我都覺得係應該係我係可以改善嘅，所以我改陳橋事件後邊應該改埋咧黃袍加身，宋太祖黃袍加身。咁就可以避免啲人嘅誤會啦，唔好以為淨係講宋朝，即係淨係講呢個攝影師，唔係講宋朝。咁我應該係要標題寫清楚，所以每次有人批評我咧，我都諗。所以今日我講得好清楚啦，我講呢個九龍城寨，九龍城寨係講九龍城寨嘅歷史，三不管嘅歷史，就唔係講其他嘅城寨。咁呢個就係講清楚。所以凡係有人批評我，我都會盡量諗下係咪自己做錯嘅，歡迎大家繼續指正啦。Anyway， 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俾個 like、subscribe、share。收費平台嘅 Patreon 仲有我今日講嘅文字版。頭先我講城寨嘅歷史嘅內容咧，其實喺中國近代史課咧 Patreon 裏邊咧已經係講過，仲係更詳細，用大量嘅史料文獻去同大家解釋嘅。咁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啦 ，like、subscribe、share。收費平台 Patreon 咧，就有呢個嘅年費訂閱 ，VIP 會員可以無限重溫所有課堂。普通會員可以準時上課，咁下個禮拜一上課仲同大家見面，拜拜。